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小米开始造电动车这个事儿啊。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不准备分析电动车的市场啊，不准备深入讨论小米为什么要造车，会不会成功更不是给小米和雷军唱赞歌啊。小米也没有给过我一分钱，而是呢，要通过小米造车这个事儿啊，说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啊，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和思考。在闲聊中啊，探讨一下人生啊，同样生之为人，力求呢，我们都能汲取一些有益的东西，让自己今后的人生呢更精彩一点，更无悔一点。为这个题目呢，我思考了半夜啊，最终选取了这个标题：愿你历尽千帆，归来仍是少年。希望能言之有物啊，不要成了标题党。好几年之前呢，记得和朋友在一块儿喝茶闲聊啊，说到房子的时候啊，朋友就说网上都说小米要进军房地产啊，造年轻人的第一套房，什么时候能开始啊？这房价也给他打到19.999万起步啊，性价比超高，多好啊！我说呢，不太可能。朋友说为什么呀？就房地产多挣钱呢，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啊。小米整合供应链的能力又强啊，造个物美价廉的房子，利国利民利己啊，这事儿为什么没有可能呢？我说就是因为房地产太没有技术含量了啊，所以小米不可能进入啊，这不是雷军的风格。那朋友又问呢，那你说说小米最有可能进入哪个领域啊？当时我的认为是这样的。我说，小米下一步最有可能造的就是家用智能机器人了，这玩意儿技术含量高，又和小米布局智能家电、智能生态的战略吻合啊，又有挑战性，符合雷军的个人的性格，可能性极大。5年之内估计就有消息了。现在看来啊，是我估计错了啊，小米选择了造车。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，小米的发布会呢已经开过了。我专门从网上找了找啊，看了一遍发布会的视频，重点呢就是看雷军关于小米造车的演讲。就看到最后啊，雷军说：“我愿意押上我人生所有的战绩和荣誉啊，为小米汽车而战。”我也觉得鼻头一酸呢，就感觉这么悲壮啊，跟上战场似的。后来想了想啊，确实不容易啊，造车和造手机确实不能比。那手机几百个零件啊，汽车最少也是2-3万个零件。手机呢出点毛病，最多是赔钱挨骂；汽车出点毛病可是要命啊。一个人呢做到了雷军的高度，可以说已经无欲无求了啊。你说雷军他还缺什么？钱、名望，还是自我实现的满足感？他都有了。而且呢，雷军已经52岁了。换我们绝大多数人到了这一步啊，应该都是选择享受人生了，就别说普通人了，绝大多数企业家到了这个程度也就日趋保守了，或者开始物色接班人了啊，考虑退居二线。但是雷军不，知天命之年呢，又重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，重新开始，而且还不是搞金融啊，而是搞制造业，这太不容易了。不管小米能不能成功吧，先点赞啊！为小米和雷军的这种精神点赞。就中国太需要这样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了。首先声明一下啊，我点赞并不是我拿了小米的钱啊，相反呢，我还给小米贡献了不少。这个笔记本，这就是小米的第一代的小米笔记本。我买过2台小米电视啊，有一台还坏了啊。我的第一个小米手机是 ES。当时买呢已经不耍猴了，也就是不用再抢购了。你不用抢购，也就是意味着小米不是赔钱卖给我的，对吧？但是不得不说啊，小米的 ES 啊是比我的那个三星 i9000要强得多了。这说着说着就扯远了啊。开头我们说呢，要聊聊对普通人的启示啊。第一个启示，要敢想，想想不犯法，也没有任何损失。但是我们很多人呢是连想都不敢想，这就有问题了。生活中很常见啊，就一个人的生活呀很不容易，不挣钱。你要向他推荐一个，他直接的反应就是我哪干得了那个呀？我就不是那块料啊，想都不敢想。
这种人很多啊，您可别觉得我是在打比方，最少60%，一大半的人都是这样的啊。对于一个新的领域啊，连想都不敢想，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问题啊。人的成功或者说挣钱多少是有一个边界的，就这个边界就是你的想法。人永远挣不到你想象之外的钱啊！这句话圈起来要考啊！人永远挣不到你想象之外的钱，这是第一个，要敢想。就别人干这个事儿挣钱了，那我也能干啊！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儿，为啥我不能干？要敢想，别没开始就结束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才去考虑说别人干这个能挣钱的原因是什么。他能吃苦，那我也能吃苦。他有技术，我没有，那我从现在开始学啊，多长时间可以掌握可以开始干的技术，或者呢，我能不能找到一个懂技术的人跟我合作啊？他有起步资金，我没有，那我能不能借到钱？就是万一失败了，我能不能承担起这个风险？一评估，不行，那我不干了就行了嘛，对吧？但是我不能不想。如果我想都不敢想，那就完了。不仅是我挣不到这个领域的钱的问题啊，更重要的是一个恶性循环，就这也不敢想，那也不敢想，一辈子就会困在当下，永无出头之日了。但是我敢想，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啊！想想这行干不了，想想那行干不了，说不定有一天就想到一个事儿，哎，就这个事情我能干呐。那就开始吧，人生呢就很可能不一样了啊。第二个启示啊，想到干什么事儿啊，主意打定啊，坚定去做就好了。就小米做汽车呀，未来能不能成功，这个我们无法预测啊，但是我最少给雷军打70分。我说70%的几率能成功，这从雷军开始做手机啊就能看出来。雷军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做手机没有钱也没有人，但其实呢他有钱，就2010年的时候拿几个亿还是有的，这比普通人创业呀强到天上去了。不过呢，烧到一个全新的行业啊，钱不多是真的啊。一路走来啊，小米也是遇到过低潮的啊。11年的时间呢，就雷军做事情的态度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这是雷军啊，我有一个朋友啊，就以前呢，我们是一块儿做司仪的啊。2014年呢，我在郑州开了个婚庆公司啊，想请他一块儿干，但是呢，他不想再干司仪了，决定去北京卖房啊。刚去北京呢，是人生地不熟的，很难的。那个时候呢，我的婚庆公司啊，活还可以，一年呢小几十万没有问题，我就跟他说回来吧。但是呢，他决定坚持下去。到了16年啊，不一样了。16年一年呢，我一算账，只挣了14万块钱，这一吃一喝就没了呗。啊，但是他在北京呢，挣了200多万，就坚持了2年就做出来了。这是普通人的故事啊，所以说得坚持做啊，坚持到山穷水尽为止。我干婚庆呢，就是到了山穷水尽才转型的，我的公司到了18年才开始转让的。但是我一旦决定要去干新的事情啊，也是要坚持的，不能说我劝大家坚持自己就做不到。至于说我是怎么坚持的，老粉丝都知道啊，我也做过节目，专门说过自己的故事啊，今天就不重复了。雷军决定造汽车，这是他人生的第4次职业转型。就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，都不再固守一个职业几十年了啊，这是时代的变化造成的，是个好事儿，也是个坏事。年龄大点的人呢，是习惯于因循守旧的，就是面对今天的变化，多少有点不适应啊，这个很正常啊。说到这儿呢，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出来了。愿你历尽千帆，归来仍是少年。这大多数人的少年时代啊，都是富有激情的，富有幻想，并且是敢想敢干的。这种心性啊，真的是人
最宝贵的财富，是最应该伴随我们一生的，就是最不应该被时间消耗掉的。最悲伤的话就是我被时间磨平了棱角。今年的小米新品发布会啊，是我这几年难得用心看的一场发布会。我不是米粉啊，我也很长时间没有买过小米的产品了。小米造车成功与否呢，我也不是很关心。但是雷军的第4次职业转型啊，确实给我好好的上了一课。这种归来仍是少年的情怀啊，确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。就有些朋友呢可能不同意啊，说雷军已经很有钱了啊，即使说造车失败也是生活无忧。那我们如果不成功，则可能倾家荡产，甚至是背负巨债啊。那我们哪能跟雷军比啊？这种想法呢很对啊，我可没有说过每个人都要孤注一掷的去转型，我只是说我们始终要保有这颗少年之心啊！一旦有机会，不要被因循守旧的心呢缚束住你的行为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雷军也不容易啊。虽然他不管成功与否呢都是衣食无忧，但是他也经不起失败的。成功了就是雷斯克啊，失败了就是下周回国。大家应该都知道下周回国是什么意思吧？做股票知道乐视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下周回国的意思啊。那可就真的搭上了一生的战绩和荣誉啊，真的是晚节不保了。最后一个启示吧，其实和刚才说的也是相关的啊。就刚才我说了，我不赞成就是每一个人都孤注一掷的去转型。我们要有一颗少年的心啊，想在开创新的事业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好事情。但是呢，现在这个年代啊，还是要做好风险匹配的。就雷军说小米造车不融资啊，用的都是小米自己的钱。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钱。我觉得10年来，小米积累的现金的总量在12月底的财报里面，1080亿吧，1080亿。我觉得我们拥有这样的现金储备，如果我们不认真的打一仗的话，我们真的有点愧对全球米粉对小米的支持。我有点不同意啊。小米呢已经是上市公司了，小米的钱是属于全体股民的。不过呢，咱们不钻这个牛角尖啊，这个启示还是非常正面的。就转型的风险呢，还是控制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啊。即使失败了，最多2、3年的时间，我就能抹平所有的伤痕，重新开始，这是最好的。创业呢是可以借钱的。但是绝不能承担万一失败那就万劫不复的风险，那不叫创业，那叫赌博啊。其实呢，这个启示啊还可以延伸到投资领域啊。就我一贯认为啊，创业和投资是2回事。创业可以借钱，投资绝不能借钱。不仅不能借钱啊，自己的钱也不能全押上。投资失败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，这是个最低的底线。就这个观念呢，我在以前的节目中啊不止一次的说过。很多粉丝朋友啊，都私信给我说啊，大刘你现在也不说股票了啊。我回复说，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。我也看到过一些留言呐，说你说的牛市呢？我能理解这些朋友啊，做股票的时间短，又没有见过真正的熊市什么样。熊市的可怕呀，不是股票的价格低，是失去了流动性啊！等你手里边50股股票不砸个3、5个点你就卖不出去，你就知道什么才是牛市啊，什么才是熊市。就现在的行情啊，对于那些稳健不急躁啊，手中永远都是3到5层仓位，按月为时间单位去做波段的那些投资者，真的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行情了。我说这话也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理解啊。再多说一点吧，就股票赔钱的原因呢，很简单。第一，你是借钱炒股；第二，你常年的仓位都在6成以上，甚至满仓；第三，
你天天看盘，你今天买了，明天就想卖啊，就这3个原因。至于说，哎，我追涨杀跌，我不会选股，那都是次要的。就别的我们都不说了啊。第一点很重要，还是我刚才说的，创业可以借钱，投资绝不能借钱啊！不仅不能借，你自己的钱也不能全押上。投资失败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，这是个最低的底线。小米今年的新春发布会啊，有时间的朋友可以看看啊，真的是很有启发的。你从第2场蜕变那个部分开始看啊就行了。咱们还是希望每一位朋友啊，不管多大年龄啊，人生经历如何，都能够历尽千帆，归来仍是少年。我们共勉。多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我们担心害怕的是什么呢？我想了很久，其实只有一点，就是我们今天还有没有10年前一样的勇气，还有没有10年前一样的决心，甚至还有没有10年前一样的体力和投入。